很显然，日本在石垣岛上建设这个导弹基地，目标直指中国，而且是针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而来。这是美日共同应对台海并武力介入台海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日本在石垣岛大规模开建导弹基地，这是要想和中国打导弹战吗？日本的石垣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虽然是日本最远的领土，距离东京大约2000公里，但距离我国的台湾省却只有270公里，距离福建也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如果从战略角度来说，一旦从石垣岛上发射导弹，5分钟可到上海，6分钟可到广州。于是日本真开始在石垣岛上修建导弹基地了。实际上，日本这是在落实美国前年就定下的亚洲导弹部署计划，这事真把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难坏了。美国要在亚洲部署导弹，自然首选日本，但这对于日本来说并非好事，而是大坏事。如果部署导弹的话，对日本有用吗？一点没有，只会给日本引来灾祸。因为只要在日本本土上发射导弹打击其他国家，必将招来导弹的暴风雨式反击。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就没有什么战略纵深一说，人口密度极大，产业密度同样也是全球第一。如果遭受导弹打击，其损失度恐怕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比。但如果不同意美国的要求和计划，安倍晋三必定会被美国狠狠收拾，甚至可能会因为被意外死亡。所以狡猾的安倍晋三选择了甩手走人，用严重的结肠炎作为借口辞职了。岸田文雄当上日本首相以后，决定把日本的安全放在一边，先满足美国要求，把导弹基地建起来再说，否则他这个首相根本当不下去。也许是为了掩盖真相，避免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于是这个导弹基地至今并没有说明是美国的导弹基地。但其实早有分析家就说了，这个导弹基地最终部署的一定是美国导弹。本月7日，美日外长、防长举行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就强化西南诸岛日本自卫队的态势，增加日美军事设施共同使用程度达成一致，足以证明日本正在冲绳县所属的石垣岛加紧施工的日本自卫队导弹基地，其实不过是用日本自卫队导弹基地的名义掩盖部署美国导弹的真实面目。美国这样做的确很阴险、很聪明，避免了美日两国的政治风险，把所有的风险都甩给了日本，把经费负担还丢给了日本不说，最终美国还能因为卖导弹赚大钱。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今年年底之前将完成在石垣岛上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规模约为500至600人。这就意味着日美之间可以共同使用冲绳县各个军事基地。很显然，日本在石垣岛上建设这个导弹基地，目标直指中国，而且是针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而来。这是美日共同应对台海并武力介入台海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有观点认为，日本这是针对钓鱼岛防御，其实绝非如此，因为钓鱼岛距离石垣岛仅仅100多公里，部署导弹还不如多部署火箭炮。根本目标还是美日联合介入台海战争计划。不过，日本想和中国打导弹战，那就是以己之短对付他人所长了，甚至可以说是自寻死路。日本非常清楚我前面说的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极大、缺乏战略纵深的问题。但面对美国淫威，也为了让美国不抛弃日本，也只能任由美国把日本当成炮灰了。想当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了2枚原子弹，未来美国怎么可能会在乎日本被中国常规导弹的打击呢？这就是做走狗的命运。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